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支影片，小编我跟大家分析了，如果马来西亚再次进入完全封城状态，会对股市产生的影响。和如果真的进入完全封城，到底有哪一些领域是投资者们可以注意的呢？那么今天我们将回到来谈谈我们马股里的公司。而今天要分析的一家公司，算是大家都有用过他们产品的公司，但是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而这一次的 MCO 也变成了促使他们转型数码化的催化剂。想要知道更多的朋友们，记得一直看到影片的最后哦。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开始前，请容许小编打个小广告，扭转乾坤的技术分析班正式开放报名了哦。这个分析班可以让各位投资者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掌握、了解并学会如何使用各种指标与图形，以断定一家公司的图标是否有趋势及适不适合入场，保证物超所值。而且为了回馈之前相信我们并参与过我们新手教学班的朋友们，这一次也将会得到一个大优惠哦。感兴趣了解的朋友们，请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哦。那么回到正题，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大多数都上过学，而上学时都用过书本和课本吧。但是朋友们是否有注意到你们的课本上有个小小的标签，就像这样？没有错，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公司就是这一家从事印刷出版社生意的 Sasbadi Holding Berhad。 他们是一家控股公司，专门提供交易解决方案、内容创建和印刷出版活动。这里要顺带一提，他们也是马来西亚有名的教育材料出版商，主要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印刷出版，而且大部分教育材料都是基于 Malaysian Na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所以相信年轻一辈的朋友们都应该对这家公司感到不陌生，只是可能 logo 太小没有注意到而已。除了印刷出版， Sasbadi 也参与应用学习产品的分销，而这些产品包括微型积木和机械电子组件，以及用于测量和分析例如电、声音和压力之类的信号设备和交易软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Sasbadi 他们在近几个季度的表现吧。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疫情对他们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主要从事的行业就是印刷与出版课本和教育刊物。那么在疫情期间，学校无法开课，这也就大大的抵消了他们的收入。而从他们的季度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在去年的2020年5月的季度中，他们蒙受了 8.8 个 million 的损失。但是随着经济开始解封，他们的盈利和收入也逐渐回升。而在这个最新季度，我们可以看到 Sasbadi 已经回到了之前的收入，但是这一次的高盈利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新的学期被延迟开学，导致今年的图书订购从第一季度推迟到了第二季度才发生了这个现象。由此可见 Sasbadi 的收入是属于季节性的，而旺季就是年头，而年尾的盈利则是会比较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收入都是来自哪一些领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主要的收入都是来自他们的印刷与出版业务，主要贡献了 23.3 个 million， 也就是占了 96% 的总收入。而其他的数码业务与 LAP 及 STEM 教育则是只占了 0.7 和 0.2 个 million， 也就是不到总收入的 4%。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目前为止 Sasbadi 还是一家以印刷和出版书籍为主的公司。那么要知道他们印刷和出版的业务表现得如何，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与教育部的合约。这里就有他们近期签下的几项合约。首先就是在2020年6月1日，他们的全资子公司 Sasbadi Sdn Bhd 签署并且接受了教育部发出的得标书，以出版、印刷和供应中五的华文课本和5年级的音乐课本。而这份合约价值分别为893770令吉和545020令吉。目前这项合约已经开始生效，而且将会一直延续至2023年11月1日。也就是说，这项合同会陆续的为 Sasbadi 带来收入直到2023年。第二项合约就是中五选修技术学科Pengajian Keusahawanan 的课本，合约价值为265500令吉。
至于这项合约的期限则为2020年7月8日至2023年7月7日，而合同的课本也将会在2021财年的次季开始发送。之后剩下的合约还有2020年9月2日得标的中五选修技术学科 Lukisan Kejuruteraan 的课本，合约价值为332400令吉。那么这项合约的期限为2021年8月31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依然肆虐的情况下， Sasbadi 还是能够保持他们主要业务的营收，也为未来的复苏铺好了道路。看完了他们的印刷业务合同，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最近都有哪一些动作和他们的利空及利好。首先就是在2020年9月14日，他们提议计划通过私下配售筹集579万令吉，以注资维护和增强集团的数码交易业务，并预计能提升产品和公司的营运资金，其中包括数码化综合学习平台 iLearnAce， 以利用疫情期间学生们对此类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此外，资金也会用于增强 LinguaSkill 的线上英语能力测试和 NYC English 在马来西亚产品分销的团队。但是至今 Sasbadi 都还没发行私下配售，而根据2021年3月11日的公司公告， Bursa Malaysia 已批准 Sasbadi 将此私下配售延长至2021年9月17日。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在2020年8月17日 Sasbadi 以715万令吉脱售了位于巴达林寨耶工业租赁土地和3层楼的厂房。当年他们在2016年购买时的价钱是777万令吉，而主要是用作为仓库。而 Sasbadi 从脱售这些资产也将会蒙上35万令吉的亏损，而他们也将获得的715万令吉，其中的510万令吉将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并赎回抵押的资产，预计之后每年可省下 19.5 万令吉的利息。其余的190万和15万令吉将分别支付银行的透支及脱售费用，这也可为公司省下每年 10.5 万令吉的利息。虽然脱售该资产将会蒙受亏损，但是董事部认为这项脱售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因为这将释放非核心资产价值，并改善流动资金和负债率。但是投资者们，你们又怎么看呢？之后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利好与利空。首先，利好就是关于这一次的疫情，让他们的数码业务就好比 Tutor to You， 他们线上的教育书籍都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因为在疫情之前，他们就有把书本和课本以网上的形式出版，但是由于当时学生都是在学校上课，所以很少人会使用到这一项服务。但是因为疫情的来袭，全部学生都待在家上网课，而大大的提升了他们的这一项服务，而这也成为了他们往网络和数码世界发展的催化剂。那么至于利空方面，就是今年刚刚被教育部宣布的 UPSR 考试被废除，以及取消2021年初中三评估考试 PT3， 而且政府也不会推出新的考试来取代小六检定考试，这也将可能导致之前的课本被取消合约。但是也有人表示，如果之前的课本更改了，那么将会有新的课程大纲出现，所以 Sasbadi 以他们多年从事这个行业的经验，要获得新的出版商合约也将会是易如反掌，而到时又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那么至于第二项利空，则是他们提议但是又延迟的私下配售，相信不需要过多解释，因为在之前很多支影片都为大家解释过私下配售的影响，那就是淡化每股盈利 earning per share。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的是，这一次的私下配售基本上都是用于扩张和营运资金上，所以长期来看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那之后投资者们要注意的就是，如今的股价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是 Sasbadi 的收入会否乘着数码化的到来，提高他们印刷与出版以外的业务收入呢？那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对他们的数码业务又抱有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到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如果想要小编我分享其他的公司，也能在留言区写下那家公司的名字。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